还没选好的，就等着下一轮了啊！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完事的去里面上个户籍，把赏赐领一下。实在是不愿意领赏赐的，就去门口那个右边的楼梯上去，把今年的婚嫁税交一下。完事了就回去，别待在这里热烘烘的。这是每年的婚嫁交税的日子，超过15的男子女子，要是还没有订婚嫁娶，每人每年要交2两银子。县衙里的男男女女都是整个青山县4个村子，里面没有嫁娶的。要是在今日能够各自婚配，那不仅仅能领到男500文、女300文的安家费用，还能多得2亩荒田的名额。至于剩下没有婚配的，也没事，交钱就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韩老九，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娘，有一个茅草屋子，没有田。女子没想到有人会过来问自己，睁大眼睛看了一下面前的男子，心里有点失望。不过想着，来这里婚配的不是混的就是傻的，这人好歹能说话，个子也高。我是桥头村的杜建花。一大早的跟着村里嫁不出去的女人过来，就连同村的瞎子寡妇都被人捡走了，自己还是没人要。这也不怪别人，实在是自己的名声太臭了，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自己就是一个给老板守服装摊位的屌丝女，好不容易放假睡一觉，梦都没做，就变成了更屌丝的杜建花。爹死娘死，家里连口锅都被伯父家抢走了，自己除了偷也只能偷，能活过这大半年，不算是闻名千里，那也是臭飘全县了。就这样，青山县100多年来第一个女泼皮出现了。我知道你是杜建花，我就问你跟不跟我回家。韩老九也没办法，自己也是实在交不了税了。这女子里面还剩下一个比自己娘都大的老姑娘，女泼皮自己也认识，还偷过自己家菜地里的萝卜呢。走，领赏赐去。活下去再说，这瘸子家里应该有锅。半年了，自己都没有喝过一顿热的，这日子要不是下不了手，早就自我了解了。韩老九跟在杜建花的身后，一起排在了等着领赏赐人的最后面。等会儿上户籍的时候，你给我换个名字，我不要叫这个，可好？好，你叫个啥？杜果，果子的果。自己以前的小名就叫果果，这多少算是留个念想吧。行，等会儿到了村里，我带你先去河边洗一下，我娘爱干净。杜果儿想说自己也爱干净来着，但是看了看前面的韩老九，洗的和渔网差不多的破麻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，而自己的浑身上下都腌入味了。低下头，杜果儿有点难为情。我就这么一套衣服，我要是不邋遢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个女子。没事，我给你买了一套旧衣服，可能不太合身，你到时候自己改一下。我没嫌你邋遢，只是从今日开始，饿了咱们自己挣口吃的，不能偷。你啥时候去买的？我来的时候买的，我娘说了，新衣服买不起，也得给整一套半旧的。咱家就这个能力，多少是个心意。那真谢谢你娘了，我以后孝顺她。你的脚是从小就瘸的吗？你不记得自己被土疙瘩揍了？我没忘记啊，这和你脚瘸有啥关系？我想追你来着，可惜脚崴了。要不是这汉子崴了脚，自己估计要被打一顿，萝卜都要抢回去。家里穷，你要吃饱就得给我死命的干活，不能偷懒。我尽量，你别想得太美，我只能保证不偷。想一件旧衣服就让自己乖乖听话，做梦！杜果儿默默地跟着往大滩村走，心里想着，这算不算解从良了？你家里就那一块菜地，田呢？卖了，给我爹买坟地下葬了。杜果儿一听，好嘛，自己这是嫁了一个大傻子孝子了。那就咱们开2亩荒地，也吃不饱啊。你傻啊，这2亩地是免5年税的，5年，我们怎么也能再想办法买点地。杜果儿翻了一个白眼，你先把脚给不瘸了再说。你看，在村尾山脚下的那个茅草屋就是我家。杜果儿看了看，看不清，不知道在哪里。那我到哪里洗澡？这个时候天也没黑啊。你跟着我。高高兴兴地泡在小水塘里，这估计是一个山泉水汇成的一个小坑。别泡了，
早点洗了就回去，娘估计都等急了。还有你的头发，洗一下，那个味道有点大。等着自己洗好，穿戴整齐地走上岸。头发湿漉漉的，没有办法，只能低下头，头发垂下来，拿衣服拍打着，把水给拍干。想不到女泼皮洗干净了也不难看，自己也买了一套旧衣服，好歹自己也是今日成婚嘛。闺女，你以后就好好在这家里过日子，穷了点儿，九儿能干，能养活家。杜果儿的鼻子完全被桌子上的肉汤控制，穿到这个世界，自己都还没喝一口热的呢。闺女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啊？问我呢？我叫杜果儿。来，果儿，这是九儿前几日抓的一只斑鸠，今日我炖了，就当是酒席了。吃吧，有糖水有肉，以后能过好日子。再怎么饿，杜果儿还是把肉最多的一块夹到了韩母的碗里。你也吃，一起吃。看着韩母碗里的肉，韩老九的眼睛亮了一下。看样子这女泼皮也不是那般的难相处，估计也是个可怜人吧。吃过后，韩母起身进了左边的房间里歇息了。媳妇进了门了，以后家里会好起来的。要是再有个小孙子，这就完美了。咱家穷，你别嫌弃。等我脚好了，我可以去找活计的。你慢慢的适应一下，你不会的，娘会教你，你别怕。杜果儿在黑暗里点点头，看得出来这韩家也还行，穷呗，只要肯干，总能想到办法的。你看这几天陪我回去，我家里啥都没有了，也得去看看，能拿什么就拿什么，木头都拆了拿回来。你爹娘？韩老九吓了一跳，这话说的尽显泼皮风范啊。我爹娘都死了，我家里东西都被大伯那厮抢走了，我家的锅也是，你能不能帮我抢回来？瘸子不知道战斗力强不强，那口锅自己是真的想拿回来，还有自己的2床被子呢。爹娘1床，自己1床，虽然旧的都是硬棉絮了，那也是棉被啊。当时自己刚穿过来，还没整明白，就被洗劫一空了，吃了大亏了。好，等我脚好了就去。不过我打架你别动手，你受伤了费钱看大夫。好的，杜果儿气呼呼地想着，人穷打架都不敢了。唉，这大早上的4片叶子再抓1把米，应该能熬一顿粥了吧？不知道韩老九能吃多少，反正自己是饿了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烧火呗，有多难？韩老九挑着一担柴火进院子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杜果儿蹲在灶边，给灶眼里塞了一小根柴火后，就把鼻子凑到锅边闻味儿，好像一只成了精的黄皮子怪。做饭呢？咱俩吃吧，娘去给村长的儿媳妇洗衣服去了，不回来吃饭的。我等会儿去城里卖一担柴火，你自己在家没事吗？我能跟着去吗？今日没赶集，我是给熟客送，后日赶集我带你去。你在家附近走走，别走远了，别去江边，那里有些地方滑得很。我到哪里洗衣服？村子的中间有井，挑水洗衣服都在那里。你看着别人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不认识的可以不打招呼。韩老九一点都不怕杜果儿被人欺负，闻名乡里的唯一女泼皮也不是虚名。你挑不动水就等我来吧，你太瘦了。家里有柴刀吗？我能进山挖点野菜啥的吗？明天我带你上山，你不熟悉，不急，明天早点起来，我也要去采点草药，这脚好多了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懒了。这说自己挑不动水，那就肯定挑不动。洗洗衣服吧。大滩村的水井，其实说起来应该是山泉水，上面的是吃的水，下面的是洗衣服洗菜的水，最下面的就是用来浇菜园子的废水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第2个台阶的2个大水坑人是最多的，村里洗衣服洗菜的妇人都聚在一起，说说闹闹的。你是村里谁家的亲戚啊？我以前没见过你。我叫杜果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黄叶子。你是谁家的亲戚呢？你真能干，还来洗衣服了。我家就在那里，你看那个小小的茅草屋。我男人叫韩老九。我男人叫韩老九，
这几个字在黄叶子耳中就像是炸雷一般。九哥真的去配了媳妇了。黄叶子快步地往家里走去，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。自己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身段有身段，为什么九哥要去配婚？找个这个瘦得不像个女人的竹竿子，就这样子能生得出儿子吗？娘，韩老九他去官府配了媳妇了。你去找那个穷的没裤衩的货了？我没去找他，没去。这男人有了婆娘，对女人那事儿就稀罕得不得了。你这身子相貌可是村里头一份，别被他给霍了。男人不管你死活的。你和娘说实话，你有没有认那穷鬼摸了身子？黄叶子的娘脑子里想了无数的可能，要是就说自己的女儿真的做了傻事，这嫁到常家去洞房的时候可就得想点法子了。娘，九哥不是这种人。黄叶子想着，自己倒是想给九哥，可是自己都差不多脱光了，这韩老九也只是抓了一把自己的胸，就头也不回地跑了。那你就别嚎了，这衣服洗了不晒是咋的？家里诸事不都是咋的？快点去干活。你要是不想干活，你就嫁到常家去，还有小丫鬟服侍你，要不然就老老实实的干活。那穷鬼你就别想了。明天你要是认常家没看上你，就等着被卖吧。人穷就是罪啊，这待在屋里发傻也不行啊。去溜达溜达吧。看了看地势，找到了水流的位置。杜果儿准备去看看山脚下的小溪里能不能抓到小鱼，就算抓不到，这田螺也是可以吃的，腥了点那也能饱肚子。娘，我抓了鱼回来了。天啦，果儿，你可别去河边啊，那里有淤泥要陷人的，下次别去了啊，出了事可不得了。我没去河边，我在山脚下的小溪里抓的，你看这么多呢，晚上可以喝鱼汤了。不去河边就好，锅里有一碗芋头，还有你做的粥，去吃了吧。等着九儿回来，你们吃晚饭，不要做我的，我不吃晚饭的。娘，为啥叫老九呢？是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？这个名字啊，呵呵，咱们在村里还有一个大伯，大伯家里生了5个都没立住，后来九儿前面还有3个哥哥也没立住。韩母抬起头，看着蹲在自己面前好像一只猫一样的杜果儿，笑了笑。家里多个人，有人说话真好。后来你爹和你大伯就去请了先生，给生下来才3天的九儿取了这个名字，说要这些哥哥们保佑。你看，九儿不是好好的。那大伯呢？你大伯现在眼睛不好，基本上不出去，家里还有3个堂弟呢。那堂弟是不是叫韩10、韩11、12？啊，你知道？没有，哈哈，我猜的。娘，我去山脚下找点紫苏，晚上熬点鱼汤，你也喝点。天刚暗下来，3个人就围着桌子喝鱼汤了。煮了一小锅的粗米饭，比粥硬一点。韩老九第一次觉得鱼也能这么熬汤，这腥味要说没有，那是肯定有的。当时这个紫色的叶子味道盖住了大部分的腥味了，就怎么说呢？好吃。这明天去赶集，集上有鸡卖吗？鸡？想吃鸡了，这可贵呢。韩老九脑子一嗡，自己会不会养不起？果儿想买什么样子的鸡呢？我想喂几只鸡，就是不知道到哪里买。小溪边的田螺多的是，自己可以抓来喂鸡。这鸡蛋可是必需品，和这瘸子圆房不过是时间问题，没什么好躲避的。唯一能保住自己小命的就是养好身子，万一有个什么事也能保大。集上卖的鸡大多都是不下蛋的，这下蛋的鸡一般也不肯往外卖。我去村里问问，看能不能买几只。要是没人肯卖，就要等到开春抓小鸡了。太阳一下山，这就是进屋睡觉的信号。躺在稻草上，杜果儿觉得自己真是过不了一点好日子。昨天还觉得这稻草舒服干净，比自己那个干巴巴的土堆子床要好得多。今晚就在怀恋床单了。迷迷糊糊中又睡着了。韩老九看了一眼黑暗中的杜果儿，这媳妇儿还得养养，不说养得像黄叶子那般的丰盈，至少也要有点肉。
整个村子在夜色中安安静静的，家家户户都省着灯油，早早的歇息了。黄叶子睡不着，明天这镇里的常家人要来相看自己。这常老爷这般有钱，为什么要找自己这个农家女子呢？你这女子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要是明天早起气色不好，你看我不揍死你！隔壁传来娘的骂声，还有爹的喘息声。黄爷子不敢说话，假装睡着了。你担心个啥？咱家的女子一个一个的好颜色，这男子看了就没有看不上的。娘不骂了，只有悉悉索索的呻吟声和爹的吼叫声。你这婆娘，再给老子生几个丫头出来，听见没有？娘的声音逐渐变得痛苦起来，低声都不知道说着什么。黄叶子手里紧紧地握着被子，闭上眼，脑海里就浮现出的是那日放在自己胸口的那双手，那般的紧张和有力，一滴泪水不知道怎么就滑了过来。九哥，我要是去享福了，你还在吃苦，我好心疼啊。晚上睡得早，早上就起得早。今天要去赶集，一大早韩母就去村长家里把饭菜安排了，告了一个假就回来了。我给你问了，村里能买2只鸡，咱们先喂着。2只都是母鸡吗？村里没有公鸡卖。再说了，等会儿去集上看看。大滩村里来了一辆挂着青布帘子的马车，马车轮子上还钉着铁环子。这是来相看叶子的，这早点嫁出去也好。我告诉你的，那个叶子就想着老九呢。那不可能，黄家能让女儿嫁过去？那肯定不能。不过这个叶子可不是胆小的，不知道头汤味道是不是给了老九。来头家的，你可别乱说。我咋乱说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那次我去摘黄果子，听见草丛里有人说话，我就悄悄地去看。你们猜咋回事？哎呀，你快说啊，我的浑身都痒痒了。你都还不说出来，快说，咋啦？那叶子啊，白晃晃的，抓着老九的手往胸口去。我得个天啊！我看得一哆嗦，不小心踩到了一根树枝。那老九抬头一看，吓得就跑了。看见你了？到底摸没摸着啊？没看见，我藏着呢。我估计啊，老九回家都要长老半天去。就怪你，要不是你，这老九不就骑上去了？要是长出个啥病来，你管不管治啊？他敢来，我就敢治。这闲着也是闲着，咱还不先做点好事儿呢。大伙哄笑着。你敢做好事，你家来头剁了你去。这边3棵树下笑声震天，各种家长里短的都说了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比什么都兴奋。这边黄家院子里最好的椅子上坐着常家老爷，身边站着那个娘子，一边给常老爷打着扇子，一边用审视的目光看着站在面前的黄叶子。手脚没毛病吧？没，老爷你放心，身子骨好得很。你看咱家的孩子好生养得很。站近点，让老爷好好看看，你能不能享福，就看你的命了。娘，卖小公鸡的。你这老母鸡怎么卖？55文，我这鸡老肥了。太贵了，这鸡太老了，不能生蛋，也费柴火炖。刚才那只还60文呢，我看这只小一点，只要你老55文。娘，这人的鸡不会是偷的吧？你看他的样子。不会，这是大桥村的人，家里是喂鸡的，不是坏人，就是长这样子。那我给你买2只，你要多少钱？2只70文，要你就拿去。娘，不要2只鸡，这么贵，没必要买了，母鸡太贵了。那咱就先看看，不买了。韩母转身就走，这一转身就听见卖鸡的在后面喊：婶子，要不然你把这小公鸡买了呗，一样炖着补身子。15文？那不可能，最少30文，这可是一只鸡呀。公鸡也能值？你这是小公鸡，都还没立关子呢。25文，再少我就自己回家炖了。20文吧，我要我娘给钱。这鸡还没大，回家还要喂段日子，费粮食呢。
娘，这大哥说卖，你来给钱。卖鸡的，我没说卖呀。卖鸡的摇摇头，算了，自家的小公鸡这一次孵出来的太多了，这一窝亏了。娘，有小公鸡了，我们也留鸡蛋孵小鸡吧。2只鸡少了点，咱家鸡窝打着呢。好，只是你得给鸡找吃的。果儿，咱们去医馆。医馆？难道韩某哪里不舒服？小娘子一切都好，只是有点气血虚亏，好好养一阵子就行了，不需要抓药。韩母很满意。好，果儿这身子弱，就好好养养。家里反正没啥重活，等着开春养好了，说不定家里就要添人口了。只是两人还没有圆房，不知道自己那个儿子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黄叶子。唉，重一点的东西都给了韩老九挑着回去，他不肯坐牛车，走路也没多远。韩老九挑着买好的布，还有杜果要买的荤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今日大树下面人特别多，马上就要秋收了，这些婶子们不要干活的吗？韩老九不明白，挑着担子就要回家。老九啊，你是不是领了媳妇回家了？我有媳妇儿了。老九，你给哥哥们说说，这新媳妇儿比那黄叶子那个舒服。一个老光棍嘴里不干不净的，韩老九懒得理。身后传来妇人们的笑声，都是一些荤素的话题。这种话题在大树下面那是日日都不得腻。也不知道大树听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动心。韩老九脑子里想着老光棍的话，这黄叶子今日有人来相看了，这自己也是娶了媳妇了，以前的事情就都忘了吧。那时候自己爹在，家里也还殷实，这从小黄叶子就喜欢自己，自己也一直以为会娶她。毕竟这几个村子里黄叶子的好看那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可是后来自家的房子也卖了，鸡鸭都卖了，到最后就连娘的纺车也卖了，还是没保住爹。为了爹的后事，连地也跟着没了。自己就知道娶黄叶子那是不可能的了，所以当日里黄叶子浑身颤抖着脱了衣服站面前的时候，自己也不是不想要，而是怕毁了她。她这么好看，从小都没怎么吃过苦，跟了穷的连地都没有的自己会受罪的，自己舍不得。唉，希望能嫁个富贵人家，做个享福的少奶奶吧，反正比跟着自己强。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黄叶子的影子，穿着衣服的，没穿看着自己眼泪汪汪的。韩家婶子，这姑娘面生得很咧，是谁家的媳妇儿啊？我家老九的媳妇。哟，老九配了媳妇儿了啊，这感情好，过不了多久就能抱孙子了。也配了也好，免得老是在我家转来转去，还不敢见人。黄叶子的娘看着杜果儿，这能和自己女儿比，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的。杜果儿知道那黄叶子的娘没说好话，恶狠狠地瞪了一眼。哎呀，你这嫁不出去的婆娘还瞪我干什么？小心我揍你一顿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东西，没点规矩。娘，你等我一下。果儿，算了，别理他。你嘴巴里不干不净的说什么呢？说你个穷货，连双鞋都没捞到，就和男人睡觉，不值钱的玩意。你值钱，你和男人睡觉都要收钱，你全家和男人睡觉都要收钱，天天收，日日收，每天收几百次。树下的女人们，看热闹的闲汉们顿时哄堂大笑。这韩老九的婆娘骂人太好笑了，可不是嘛，这黄家的女子老贵了。黄叶子的娘气的，这不是骂自己，是出来卖的呗。你这个生不出孩子来的瘪货，奶都长不出来，屁股都没有，也就是韩老九看得上你，要不然给个男人都不要你。你全家都是蛊货，蛊出来的全身长8个奶，屁股翘天上，对着天空吐泡泡，是个男人都要来睡你，行了吧？杜果儿叉着腰，这骂架的水平也不高嘛，和自己奶奶比，那是幼儿园级别了。这韩老九的媳妇，你咋知道人家长了8个呢？你不信，你去问问呗。反正黄大郎现在不在。你个不要脸的，看老娘不打死你！黄叶子娘冲过来就揍杜果儿，
大伙儿也过来拉架。杜果儿本来就比他高，这会儿直接就扯住头发，另一只手就撕衣服。这头发被扯住了，两只手还要对付撕自己衣服的杜果儿，就没办法躲哪些来拉架的人。这好些个光棍看着有机可乘，哪一个一个的都上来了。哎呀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骂几句就算了。这黄叶子娘全身上下都被摸了个遍，胸口还不知道被谁掐了好几下，疼得她哇哇大叫。谁掐我？老娘打死他！他还摸你裤裆了，呵呵，黄叶子娘舒服不舒服啊？放开，放开啊！杜果儿拉着韩母就走，这画面太不适合自己一个小姑娘了，快走！果儿啊，你有没有被打着？没，娘，我不怕他。你到柴屋那里坐着休息休息，要是有人来了，你啥也别说，只管哭，只管哭，哭不出来就好。听娘的话，这打了架不这样，到时候要赔钱。好的，娘。老九娘啊，老九娶了媳妇了啊，咋的？把黄大郎家里的打成这个样子了？韩母一看，这黄叶子娘换了衣服了，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这可不是杜果儿打的，肯定是回家挨揍了。我家媳妇瘦得竹竿子一样，本分老实人一个，被打了也没办法，还能把她打成这样？我家老九好不容易娶到媳妇，黄叶子娘嘴里不干不净的，这被王鼻涕摸了，还赖上我家的啦。一个瘦干的老实小媳妇，抱着膝盖坐在柴垛子面前哭着，这满脸的灰尘，头上也乱糟糟的，谁来也不说话，浑身还瑟瑟发抖。人家还是小媳妇呢，这刚来村里就这么欺负人，以后怎么过啊？你在家被打了，也别乱讹人。老九刚才找我了，我给他把2亩荒地放到河堤上了，哪里开荒的少，到时候可以多开几亩，攒钱买下。你给我做双鞋吧，你知道你嫂子走后我就没人管，这儿媳妇现在也不得空。行，我给你做，还要做什么你说一句就行。娘，你出来吧，这是村长，叫人。村长大伯。看起来还是蛮乖巧嘛，好好养着，是个好闺女。太瘦了。村长想起了小时候儿子玩过的竹节虫。你明天陪我去开荒，早点开出来，还能种点吃的。啊？和我说话？我不会下地。不想去，我还想进山呢，我还想抓小鱼呢。对了，我还要喂鸡呢。我要喂鸡，我要做饭。女人要会拒绝，对于吃苦一定要有多远避开多远。要是习惯了吃苦，那就有吃不完的苦。那你明天给我送饭，我中午晚上都在地里吃。咱们啥时候回去帮我抢东西？等开了荒，种下萝卜就去，先把地整好。累了一天，睡觉。天刚蒙蒙亮，家里买的那只小公鸡就开始呜呜呜的叫。杜果儿是笑醒来的，这小公鸡就像刚变声期的男孩子一样，嗓子还没开呢，就想打鸣了。抓田螺喂鸡去，家里现在3只鸡了，为了每天1只鸡蛋，要努力呀。山脚下的小溪人很少，村里的孩子很少来山这边玩，所以鱼还是有的。这一次，杜果儿带了一个筐子，捞上来的鱼在水里清洗了，内脏摘了几片大树叶包起来。田螺都在溪边的大石头上捶碎，只要肉。还有4、5只螃蟹，这个没肉不好吃，可以熬汤，多少也算是个荤。有了筐子，这次算是满载而归。上次只有20多条鱼，这次待的时间也就1点，捞到了40多条呢。天气热，晒点干鱼吧。慢慢地往屋里走去。一路上，杜果儿走得很慢，沿路是没有什么高大的树的，估计都被砍掉了，只有一些矮一点的草。有点灰心，不是一般的都是穿越后，女主就在屋后面的山上发现了各种吗？自己不奢求有人参宝贝啥的，来2颗生姜总是可以的吧？等等，好像看见啥了。在一丛野草中发现几颗略微粗壮一点的草，观察了半天，哇，这是野葱，也叫教头。小教头，姐姐带你回家，你好好的在菜园里开枝散叶呀。
看着太阳都快到头顶了，算了，回家做饭。还有一个农民伯伯在开荒，自己也去投喂。吃完，背起筐子送饭去。河堤有点远，中午的日头有点晒，摘了片树叶顶头上，沿着小道往河边走。韩老九已经开了差不多半亩了，坐在阴凉处休息休息，就看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衣服的杜果儿，头上顶着一片树叶来给自己送饭了。韩老九，你在哪里呢？这儿，到这儿来。我今天抓鱼的时候抓了几只螃蟹，炖了汤。这地不错啊，土看起来也肥，不是干巴巴的。是的，我们运气好。去年憨头的荒地都是石头，草都不长，开荒开了10来天。这地你还得整多久？3天吧。3天后积了肥，就去你家的村子，回来正好种地。你会种地吗？不会，我没下过地。实话实说，在花盆里种葱不算会种地。韩老九想着，农家不会种地怎么行？自己慢慢的教吧。你回去吧，我晚上回来吃饭，你不要送了。韩母吃了中饭，把事儿都做好了，正准备回去。婶子，你能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做吗？这儿你得折上去一点，这样正好。杏花，你这月子也快出了，到时候婶子就不过来麻烦你了。现在我做的也不多了，再这么吃吃喝喝的，不好意思呢。婶子啊，你可别，我和永福都商量好了，等出了月子我就去城里陪他。他想着开个铺子，我去守铺子。杏花，永福要不要学徒啊？老石这看着也大了，要是可以，能不能带个学徒？我问问，要是要人手，肯定找老石。婶子，我想着有个事儿，别人不好说，我也不怕你怪我。要是惹你生气，你就骂我，可别和我生分了。你有啥就说，婶子做的不好，你直说。婶子啊，你知道我婆婆去的早，我就没见过她，可是你照顾我啊，我就觉得你比我婆婆还亲。婶子，你说叔已经去了，现在九弟也娶了媳妇了，你也算是轻松了。老九的媳妇也算是个好的。我就明说了吧，婶子，你看你能不能给我做婆婆？我也想有个婆婆疼我。婶子疼你啥？哎呀，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你这想一出是一出的，别乱说啊，到时候你公爹生气了，揍你永福的。婶子，你别怪我，我公爹可不会揍我，他早想和你说了，就怕你生气不来家了。我和永福啊，都想这事儿能成。我也有婆婆疼了，永福也有娘疼了。你老也知道，永福那么小就没娘了。我家果儿还在家里，这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说完，匆匆的转身就走了。这杏花说的都是什么啊？自己一个半老的婆子了，这村长怎么会呢？忽然脑子里想起儿子说的，对呀，这自家为什么荒地能拿到那么好的地？难道这老家伙心里真有这想法？我的天了，这人真是老不休啊！浑身都是汗的韩老九看着眼前的地，心里满足极了。自己终于又有地了，应该不会饿死了。当然，2亩地只能保证不饿死，吃饱还早着呢。河堤上也没什么人，索性直接就脱了衣服，只留一个破破烂烂的裤衩子。喝口水，靠在土堆边上，自己喘口气，闭上眼，浑身都酸痛了。九哥，韩老九浑身一哆嗦，睁开眼，黄叶子正站在自己面前。韩老九连忙站起来，九哥，你别走，我和你说说话。黄叶子看着面前的韩老九，浑身都是男人的味道，看得自己心里砰砰直跳。你咋来了？看着站在前的黄叶子，穿着一条桃红色的布裙子，腰身掐得紧紧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衣服太小，这胸口绷得紧紧的。韩老九都不敢仔细看，这衣服太紧了，这都和没穿差不了多少。你来干嘛？你快回去，免得别人看见说闲话。九哥，你就一点都不想我？你快回去，我不想你。我都娶媳妇儿了，你也相看了人家。九哥，
你就甘心娶个那样的女人？她哪一点像女人了？你和她睡觉了？你真别过来，看到了对你不好。九哥，你睡了她，她有我好吗？你能不能抱抱我？你看看我比她好多少啊？你不走，我走。用力地推开黄叶子，连锄头都不拿了，直接就往河边跑去。趁着自己还有一丝理智，韩老九准备去河里洗洗身子。娘，韩母坐在树下做鞋，这答应了村长做的鞋，到底还做不做呢？不做，自己又答应了，做吧。这今天杏儿说的话，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回绝。娘，你咋了？啊，果儿，咋啦？啥事？韩母好像被惊醒了一样，连忙看着杜果儿，手里的鞋这一下午了，还没扎几针。娘，你是不是有点不太舒服？没，娘好着呢。果儿，你会不会做针线活？不会，我娘死得早。杜果儿只能把理由推到没见过面的娘身上。其实自己还是会一点的，比如钉扣子啊、缝个扣眼啊什么的，就是做的不怎么好看。那以后每天下午我都教你做做，很容易的。你这么乖。好的，娘，那我好好学。肯定得学，自己还想做个裤衩和胸衣呢。现在自己是瘦，可是万一自己胖了呢？自己可是看了，这村里的女子那是没穿胸衣的，这每日里晃晃荡荡的，自己看了都尴尬。韩老九浑身湿漉漉的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看到的是杜果儿顶着一头短发看着自己。短到什么程度呢？短到耳朵。你这是咋了？难道自己和黄叶子的事情被他看到了，然后伤心了要出家？娘也不劝着点。韩老九转头看着娘，只见自己娘的手里抓着一把枯黄的头发，这还是娘给剪的。你们在干嘛呢？剪头发啊，天气这么热，剪了多干爽。再说了，娘说头发还能卖钱呢。本来以为古代会有那种身体发肤什么的，不能剪不能动。问了一下韩母，没这个事儿，天气热就剪。不过小娘子倒是很少剪，因为不好看。好吧，现在已经肯定的确定，这不是自己的那个古代，不是架空就是平行。这样也好，免得自己不小心触发了什么翅膀。谁要这么枯黄的头发？多少能卖就行，卖了换点盐，也算是做了贡献了。傻孩子，还要你去卖头发换颜啊？要你男人去赚钱？韩母看着杜果儿短发的样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杜果儿看着韩老九偷偷的在看自己，这是嫌自己丑，还是觉得自己英姿飒爽？很丑吗？有点，不过没事，好看也不能当饭吃。我去挑水。我和你一起去，我去把你的衣服洗一下。第一次有除了娘以外的女人给自己洗衣服，韩老九都在犹豫自己那个破裤衩要不要给杜果儿。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等会儿天黑了我怕蛇。你怕蛇，还想去山里？我不怕山里的蛇。韩老九翻了个白眼，这女泼皮嘴里没什么真话。你又不会砍柴，你去山里干嘛？我想去山里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吃的野菜。以前没锄头没柴刀，进山也找不到吃的。晚上的井边没什么人了，这水井旁边又凉快又没有蚊子。以后要是热了，自己就来水井边乘凉。我的天了，这是裤衩儿，这比蕾丝包菜还要蕾丝了。想起韩老九就穿这样的裤衩，杜果儿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咋了？咋哭了？啊？没啥，你这裤衩子真是太好看了。韩老九低下头，没办法，其实自己也还是有几条没这么破的裤衩，这不是干活吗？但是看着杜果儿拿着自己的裤衩子哭，心里还是很感动的。这就是自己的媳妇，应该会疼自己的吧？一定不能再像黄叶子，要好好对这个女泼皮。哦不，杜果儿在哭，自己为什么要受这个穷？没有吃没有穿，什么都没有的穿越，这有意思吗？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，要这般的来到这里？好想点个外卖啊！算了，快点洗了睡觉，自己一定能想到办法的。
今天准备着要去山里转转。后院的3只鸡想了想，到地里扯了10来片老的菜叶子，扔到鸡笼里。你们先凑合着，我今天可没时间去摸罗。在院子里洗漱了一下，这脸都粗了，得想办法做点面汁，要不然等冬天来了，非开裂不可。看样子有空的时候自己去多摸点罗养着，没时间的时候也不耽误喂鸡。家里粮食也不过就是一些粗米，熬粥呗，也不能顿顿吃干饭。粥煮好的时候，韩母也起床了。果儿这么早啊？老九起床干活去了，我煮了粥给他送点去，空着肚子干活不行。其实自己也是饿，但是杜果儿知道，婆婆对你再好，那也是希望你对她儿子好，所以事事都把她儿子挂嘴上，反正没错。果然，韩母听了杜果儿的话，脸上就乐开了花。看样子自己很快就有孙子抱了。虽然还没圆房，但是只要杜果儿不嫌弃，这圆房还远吗？男人呗，谁不想和媳妇睡觉？娘，我送饭去了，你中午不回来的吧？不回来。河堤边好几棵大树呢，昨天太热，还没怎么注意。杜果儿看了一眼，这么大，不比村头那3棵树小多少了。树上还缠绕着这么多的藤啊！等等，这藤自己认识，这是蓬蓬果啊！小时候奶奶就带着自己摘这个果子，这个能做凉粉，那是小时候为数不多的零食之一了。果子密密麻麻的，幸好带了麻袋。杜果儿想着，为啥这里没人摘这玩意儿呢？这么早就来了？你快吃，吃完碗给我，我中午再给你送。这蓬蓬果分公母的，公的不能打凉粉，只有母的可以。现在有空，自己选一选。你扯这个干什么？有用，你到时候帮我摘这个，越多越好。这个不能吃的，没用。我会做，你只管摘就可以。中午可能凑合一下，我等会儿去山里转转，没时间就乱做点。你去山里要小心，真有蛇。清晨的山间空气真好，露水还没有被阳光照射，一点一点的随着微风在树叶上、草尖上摇晃。杜果儿一路看过去，猎物，自己想都没想，自己不是猎物就不错了。来山里就是想看看有些什么农作物没有。家里菜园的种类少得可怜，现在自己发现了紫苏，还有教头。姜，最想找的就是姜。姜的根茎和叶子还是很起眼的。杜果儿的运气很好，这野姜也是有的，稀稀落落的挖了一筐子了，太小的没挖，这以后自己要留着种的，这是必需品啊。没去奢望辣椒，深山也不敢去，转转悠悠的，浑身都开始走热了。看着太阳快到头顶了，就回走了。下午去摸罗鸡的营养很重要，为了鸡蛋，小鸡加油啊！心里高兴，脚步也就快了。有姜了，这鱼可以放心的吃了。今天鱼不多，不过有了生姜的诱惑，杜果儿抓得特别起劲，居然还抓到了几条泥鳅，有一条水蛇往边上游过。杜果儿犹豫了再三，还是没有去抓。自己不怕蛇，但是不代表自己就敢去抓。万一，就说万一，这蛇有毒呢？算了，要中午了，自己回家做饭吧，得好吃好喝，得养着自己。一边走着，一边不甘心地继续在溪水边看着。一个萝卜，不对吧？这个时候的萝卜，不过叶子不是很像啊，但是冒出来的半边红色的根茎看起来就是萝卜嘛。不管，挖出来再说。10来条小鱼继续扯一颗白菜炖着，小心地切了一点点姜丝。咦，你回来啦？杜果儿抬起头看看天，不晚啊。地不难开，做完了今晚上去积个肥。咱们等会儿去伯父家一趟，明天喊我3个堂弟去你村里。咱们扯几个大白菜吧，反正不空手就行。这是鱼汤，油渣都吃完了。你这汤怎么熬的？吃了浑身都是劲儿。还好自己选了杜果儿，没有去选那几个寡妇。没想到心一横的结果还真不错。我以后对你好。没头没脑的杜果儿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这是村夫的表白。好的，那你要记得，
一定要对我好。提着一个篮子，韩老九带着杜果儿往伯父家里走着。韩家住的茅草屋，算起来已经是出了村，靠着村边的山坡。韩老九指着黄叶子旁边的那个屋子：“以前我家在那里，可是后来就没了。你知道，那一年爹病得很重。我伯父眼睛不好，你别在意。家里几个堂弟也不怎么干净，家里没有娘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”路过黄叶子家门口，黄叶子娘看见了杜果儿，狠狠地关上门。不要脸的穷鬼，嫁不出去的贱人！韩老九听了，头上的青筋都在跳。骂自己也就算了，凭什么骂杜果儿？正准备安慰一下杜果儿，就看见他直接冲过去，啪啪啪的就拍着门。不要脸的老女人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，能嫁几万次？是不是每天都嫁了又嫁？我凭什么出来？哪里像你，不要脸的大白天和汉子到处走？我和我男人白天还是晚上的走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一个天天晚上出去和汉子走的老女人，是不是没脸白天出来啊？你为什么骂我娘？九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难道我们的情分就一点都没有了吗？你和谁的情分啊？杜果儿停住了口，看看韩老九，又看看黄叶子。想不到啊，这黑瘦的小子艳福不浅嘛，可惜了。你们这是很熟？不熟。不熟吗？还要熟到什么才算熟？黄叶子，我娶妻了，你也相看了人家，这样别人会说闲话的。我不管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为什么要选这个人？你这女人干嘛呀？不要脸的，拿个胸斗来抖去的，有本事拿出来抖抖啊，看看有没有跳蚤咬你。要不然你浑身上下痒痒个啥？韩老九目瞪口呆地看着杜果儿，这骂人的话好羞人啊！你这个泼妇，你要是往我女儿身上泼脏水，我就打死你！杜果儿吓了一跳，都做好了打架的准备了，却忽然看见黄叶子娘一把就扯过黄叶子，拉进了门，门立马就关上了。只听见里面黄叶子娘压低声音骂道：“要你别去理会穷鬼！你要是再不听话，让常老爷知道了，有你好果子出！”杜果儿一看，韩老九低着头就往前走。哎，少年郎啊，情伤小山村啊！下次别和他骂架，他是个混不吝的，村里都看笑话呢。杜果儿很意外地看了一眼，这没有怪自己欺负他的白月光吗？好的，我不是气不过他骂你穷鬼吗？你别担心，我娶了你就只对你一个人好。家里3个堂弟，只有最小的在家，大的2个去田里干活了。好孩子，家里穷了点，委屈你了。不过老九能干活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九儿啊，村长是个好人啊，咱们好好干。好的，伯父。你要是累就休息，这弟弟们都长大了。我娘说，老石去学徒的事情和永福说了，等信儿呢。好好，能去学个手艺，比什么都强。家里也没有多少地，吃不饱饭的。认了门后，韩老九就带着杜果儿出来了。伯父怎么不再娶个？谁看着火坑直接往下跳？哪有这么傻的？对了，你和那个啥叶子有什么事没有？不要到时候抱着一个孩子过来喊爹呀，自己享不了这个福啊。有啥事，都是小时候大家说笑的，一样的。谁看着是个火坑也跳的呀？杜果儿一想，自己不就是那个跳火坑的人？那你早点把火灭了，毕竟我现在在这个坑里。韩老九一听这话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说自己穷，还是说自己和黄叶子的事情啊？看着杜果儿拿着2块布在那里咬牙切齿地缝合着，韩母越看越满意。今日里，村长亲自和自己说了，要自己好好想想。韩母也觉得这事儿得和韩老九商量一下。杜果儿终于缝好了所有的布头，韩母点点头：“你这里缝合起来就是裤头了，这里缝好就是腿了。男裤头和咱们女裤头有点区别，得，这里要缝一下。”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的第1件产品，杜果儿哈哈大笑起来。给你，我做的，第1次做，不太会，你凑合着穿。
咋想到给我做这个呢？我不想听人说你穷的裤衩都穿不上。说完这句话，就连杜果儿都觉得自己尽显女王霸气，正准备接受韩老九的感激时，就看见韩老九哭着出去了。娘，我是不是做错啥了？没事，果儿，咱们做饭吃。我在村里人那里买了一个南瓜，你把南瓜籽留下来，这样明年我们就不要买了。嗯，好。娘，为啥我们菜园子就白菜呢？其他的菜种都没有啊？我们房子卖了，这个茅草屋也是才过来住的，其他的菜没赶上季节就没种。娘，我等会儿做个小吃给你吃吃。这个做的吗？娘，等我做好，你看看好不好吃？要是好吃，我想赶集去卖。好的，要我帮着做什么，你就喊我。一条小路通往村子，杜果儿这个身体的大伯家就在村口。大伯只有一个儿子，还是一个摊子儿子，反正是不能下床。至于怎么摊的，杜果儿不是很清楚，过来的时候就摊着了。其实杜果儿心里也知道，这大伯对自己紧紧相逼，就是想让自己活不下去，然后给他儿子换亲。这个锅就是我的，还有灶上那几个罐子，3个都是从我家抢过去的，还有墙角那一把有点歪的锄头也是我家的。不管几个人在外面搬东西，杜果儿直接冲进了屋子。自己的棉被呢？杜建华，你干什么？看着杜果儿在柜子里翻来翻去的，摊子大喊起来：“你是个嫁不出去的赔钱货！等会儿我爹回来打死你！”杜果儿也不理他，直接就把大伯屋里的新棉被给拿走。看着板车上的东西，感觉差不多了。走，快走！比想象中的顺利，几个人推着板车，快步就向村外走去。劳驾，请问大滩村的村长是住这里吗？我就是。你是？你就是村长啊！你们村里出了强盗了啊！今天到我家里，把我的锅、我的棉被、我的油罐子和盐罐子都抢了啊，还拿了我1大袋的米啊！我是大源村的村长，这次来找你，实在也是没有办法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大源村的杜建花，不是官府配给了你们村的韩老九吗？今天一大早，你们村的韩老九就带着几个人，和杜建花到他大伯家，把铁锅还有被子，还有一些家事活计给抢走了。直接抢走了？家里没人？我儿子腿脚不好，在床上都不能动弹，能耐得过你们村几个大小伙子？不能好好说话，就自己去找去。村长，我这个侄女从小就好吃懒做，还是远近闻名的女泼皮，来家里抢东西也是很正常，就是想找你给说说，这些东西都是农家常用的，其他什么抢了也抢了，可是这铁锅和棉被，看看能不能退回来。这老九媳妇的爹娘呢？这建花八字硬，生生的克死了我弟弟和弟媳妇啊！后来整日里游手好闲的，都是家里的丑事。韩母躲在门后面一听，可怜的杜果儿呀，果然在娘家过得就很艰难，难怪瘦成这个样子。自己要去给儿子报个信，免得不在家，等会儿过去吃了亏。刘清江一边说着，一边拖着时间，看着急匆匆从后门出去的韩母，心里笑了笑。慢慢走啊，别崴了脚。抢来的东西呢？藏好了没有？藏好了。等会儿你清江叔会带人过来，你们自己小心点，别吃亏。说完转身就走，自己不会骂架，别待在这里，免得到时候杜果儿不好发挥。老九，这是果儿的伯父伯母。不认识？咋的？来蹭饭吃的？老九，你为什么去人家大伯家里拿了铁锅和棉被？啥？他家里？我今天带着媳妇儿，带着礼回门，你知道咋的？一个摊子，拉稀拉尿都在床上的摊子，指着我们大骂，说什么要把我媳妇儿卖了，给他换亲。这还是我娘省吃俭用买的布料，想着再怎么也算是娶了人家闺女，总不能空手去。我媳妇爹娘死得早，家里没人，就想着去大伯家里也是一样，这回门礼总得送回去啊。那你也不能把我家里的铁锅和棉被都给拿走了啊！就算是这建花好吃懒做，你不是一个大男人吗？怎么也学他的泼皮？
你乱说，这铁锅就是我家的，要不然去我外祖家里问问，这是我娘的。我回到家里，什么东西都被你们拿去了，我的棉被，我家的罐子，就连柴火都没有了。我只是拿回我自己家的东西，你们还要来逼我，是不是想逼死我啊？别闹了，我就问你，杜果儿，你在娘家还有什么家当？我家里的东西都被他们抢了，家里还有屋子，还有地。你放屁！你那的你爹早就给你大伯付了，你哪里还有地？一个绝户有什么地？我家的地没过田契就是我家的，就是你抢了的，还给我要给我爹续香火的。我爹是绝户，我可是能生儿子的，到时候大不了多生几个，给我爹续香火。你那儿子还不如我呢，尿都尿不出，下面都烂了，就算生出来儿子，下面的祖宗都不认，不好排辈儿。老弟啊，我俩都是村长，都要公平。这杜果儿的地到底有没有过了田契？这个没有。那就对了，这大伯父欺负侄女吃绝户，这个事情你们村要是管不了，我是不会不管的。这毕竟是我们村里的媳妇儿，要是你觉得过分了，我可以去衙门问问，这能不能行？老九家的在你们村是上等田还是中等？中等，10亩。我做主，按9亩中等田卖给村里，至于卖给谁，我不管，只要钱到手就行。我带着老九家的和你去过田契。大源村的村长眼睛顿时一亮，这自己不是白捡了1亩地，心里顿时就有数了。你俩真是不像话，作为伯父伯母这般的下作，还不和我回去，这田都还回去，要不然我就把你们赶出村子去。刘清江出面把杜果儿在大源村的房子和地都给处理了。这地10亩做9亩给了大源村的村长，换来的钱也没给杜果儿，直接把河堤边顺着山脚下的地全部给了杜果儿。9亩中等地换了25亩的下等荒地，因为这些地都是还没开的荒地，刘清江也不算徇私，这地就是这个价格而已。本来这田契想直接写韩老九的，杜果儿死活不同意。开玩笑，自己刚被大伯父吃了绝户，好不容易拿回来，又被韩老九吃，必须写自己的名字。韩老九倒是没什么意见，这反正是自家的，卖了房子还有5两银子呢。当然，这5两银子也是贱卖给了村长，反正拿不走。我现在不算穷鬼了吧？不算不算，你是我一个土疙瘩打中的媳妇儿。自己高兴啊，现在浑身都是力气，自己才开了2亩地呢，还有好长一溜的地，太开心了。这地估计得喊几个堂弟帮忙了，不能要自己媳妇干，累。手里有了银子，杜果儿拉着韩老九直接就走进了布庄。伙计，你给我拿最便宜的粗布，我要2床床单。好嘞，这是新到的布料，便宜又结实，你看看喜欢什么花色？杜果儿选了一块暗灰色的和一块本色的，这些染料用的少，价格还能便宜一点儿。小哥，上次你给我们的布头，我娘要我感谢你，这次再给我一点嘛，我也买1袋大的。1袋子200文，你要吗？我要2袋，哦不，3袋，算了，你给我4袋吧。杜果儿心一横，这布头买的实惠，自己就花点功夫拼个背面子吧，布还是要贵个好几倍的。买了布，杜果儿想了想，自己还是要赚钱的，有钱了才能有底气。那晚做出来的凉粉都说好吃，要是自己还能整点调味的，肯定更好吃。大爷，你这里有没有那种开黄花的白菜种子啊？油菜花或者叫啥的？种子都在哪里？你自己找找去。你说的可能是这个吧？这个白菜老了的话，会开这种小黄花，挺好看，可是也不香。绿菜，这个1包10文钱，你买1次就可以了，老多种子，可以留种。在杂货店里零零碎碎的卖了盐，买了几个碗，还买了种子。糖块好贵呀，可是也咬牙买了几个，本钱都是本钱。于是在这里忙活了1天的2人回村了。韩老九提着锄头就去看地了，25亩啊！想爹在的时候，自己也不过是10亩地，那时候在村里都算是地多的，现在自己真是忘妻呀。
你看，一个女泼皮跟了自己后自己就发财了。黄叶子在家里默默地收拾行李，过几天常家老爷就要来接亲了。都说常二老爷身子不太好，本来还要下个月才是日子的，现在想早点娶自己进门冲喜。娘，我不会嫁过去就变成寡妇吧？你就是个享福的命，你安安心心的嫁过去，只要生个一男半女的，就吃穿不愁了。黄叶子的娘想起常老爷说的，早点嫁过去还给自己一对金耳坠。你以为人家花这么多钱，还不是你八字好，能生儿子？你只要迷住了你男人，要什么没有？黄叶子的娘拉过女儿，自己有好多的功夫都要好好教下。听说大户人家的少爷可是有丫鬟伺候的，这怎么伺候谁不知道啊？要是女儿像个木头桩子一样，男人不喜欢，哪里还有钱来贴补娘家？只听得黄叶子脸红的滴出了血一般，脑子里却都是韩老九光着身子干活的样子。娘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出嫁前要是再去找那个穷鬼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把你卖到窑子里去。娘不是吓你，你这嫁到大户人家，要是你出嫁前被别的男人祸害了，被常家发现了，打死你，爹娘都没地方给你收尸。黄叶子不说话，最后都不知道怎么才睡着的。梦里九哥勇猛难当，自己就好像变成了一滩水。今天一大早居然有2个鸡蛋，至于这2个鸡蛋有没有小公鸡的功劳，杜果儿觉得不抱希望。这小公鸡太小了，每天还是只会呜呜的叫着。娘，公鸡啥时候长大啊？是要打鸣才长大吗？不知道，我都没注意这些，应该是的吧。娘，这些烂掉的李子会不会发芽长成树啊？是种子就会发芽，不过这发芽了也没用啊，谁家要这么多的李子树呢？果儿，今天咱们把果子摘了，明日赶集去卖一下，多少也能换点钱。卖凉粉啊，顺顺滑滑、冰冰凉凉的凉粉，祖传手艺啊，吃了还想吃。你这啥味儿？我这是放了糖水的，是甜味儿。你要不要来一碗试试？我家祖传的方子，好吃的很。咋卖的？1碗2文钱，在这里吃。要是带碗走，煮碗3文一个。给我来1碗，试试啥味儿？不好吃，我可是会说的。好嘞，你放心的吃。吃了1碗，还想吃第2碗。杜果儿手脚麻利地给老人打了1碗满满的。第一个顾客嘛，必须有大大的福利，自己给他多点糖水。喝了一大口，老者觉得这是啥东西，滑滑溜溜的。就着这糖水的确好吃，自己还没吃过这种感觉的小吃呢。再来1碗，还要给我打得满满的。给我也来1碗，我也来碗试试。给我多点糖，来2碗。闹哄哄的一堆人，吃完走后，1桶凉粉就卖完了。不错，杜果儿摸着怀里的钱，能赚钱啊。韩母的李子也卖出去了1点，便宜，只要有人问，韩母就卖。篮子里的卖完了，又把背篓里的倒出来。婶子，这么大的太阳，怎么还出来卖东西啊？累坏了怎么办？哦，叶子啊，是来县里买嫁妆吧？婶子庄稼人累不坏的。其实黄叶子倒也不是真的很心疼韩母，就是想让韩母看看自己比杜果儿要强多少。又看了一眼杜果儿，蓬头蓬脑的，真是可惜九哥了。杜果儿现在可没心思看美女，这大伙儿被晒得口干舌燥的，来1碗2文钱的凉粉，很实惠，还是糖水的呢。对面的白开水都要1文钱，当然是这个划算了。娘，你李子卖了多少钱？卖了45文钱，后面的你也知道，差不多是半卖半送了。娘，我扣除了本钱，才赚了不到70文钱。不错啦，你想想，这才刚卖。再说了，你这个可以卖多久？咱家的李子也就这几天能卖，过了这一段时间就烂了，可惜了。这李子要是能做成什么就好了，是有点可惜。天黑了，上床睡觉。这一段的时间，两人也习惯了身边有个人。只是杜果儿想着敌不动我不动，
那个事儿还是缓缓吧。这时候可没有避孕的说法，万一自己有了孩子，再来个保大保小的，太亏了。你明天起来穿这个。这是啥？我给你买的一套衣服，天气热，我看你天天都换，我没钱，还是买的旧的，你别嫌弃。韩老九想着睡在自己旁边的女子，心里有点激动，可是更多的在想，为什么她不过来抓自己的手？难道她看不上自己？以前黄叶子只要和自己在一起就往身上贴，扯都扯不走，可是杜果儿好像从来没有抓过自己的手。今天咱们去给爹上坟，前几天日子不好，今天可以去了。你穿我昨天买的这一套吧。为什么要埋这么高呢？我娘当了一对耳坠，找的一个风水先生，说这是地好，能旺子孙。韩老九恭恭敬敬地给爹上了香，拉着杜果儿跪下磕起了头。爹，这是你的儿媳妇杜果儿，你要保佑我们啊。爹啊，我是你的儿媳妇，你要保佑我们发财，赚很多的钱，还有全家身体健康。爹，你还要保佑我们子孙旺盛，多生几个胖小子。我呸！我呸！心里默默地念叨着。没见过面的爹啊，你要保佑我生孩子像下蛋，一点都不痛，也没有风险。等着给爹把薄薄的一叠烧纸烧完，两人坐在坟前的小坡地上，看着山下。这山真高啊！爹葬在这里花了几亩地呀？家里原来有10亩地，爹病了才1年，家里的房子卖了，娘的纺车也卖了，还卖了5亩地，可是还是越来越差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把家里剩下的5亩地卖了，让爹住到这里来了。果儿，以后我们生个孩子，去求个大夫做学徒吧。你不知道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吗？有这样的说法？难道是因为太赚钱了，看不过去？现在的大夫会把医术交给别人？你别做梦了。杜果儿可不想自己生的孩子去做学徒，低声下气的伺候人，学个毛皮费了一辈子。不管杜果儿怎么想，反正韩老九决定今晚自己就和杜果儿圆房。先生出来再看看做什么。两人一前一后的下山，韩老九在后面砍柴，总不能空着手回去。杜果儿没想到的是，韩老九还扔得一手好石子，一路上用石子扔中的鸟都有10来只了。老九，你看看，看这个树，你认识吗？这是冲树，果子味道很冲，有点熏眼睛，你别碰。你把衣服脱了，快！别闹，晚上咱俩再……脱衣服，把这树上的果实给包起来，我有用。你别对着眼睛玩这个，真的有点冲眼睛。知道，这个能做好吃的，你放心。这是山胡椒啊！闻着这个味道，杜果儿想起来贵州火锅牛百叶带皮牛肉，包了满满的一衣服。韩老九找了几根藤蔓，把口子扎紧，绑在柴火上。果儿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也让你住砖房子。先不想盖房子，我想先把冬天用的棉被、棉衣服给赚回来。行，听你的，你要我干什么你就说，重的活你别干。走吧，我告诉你怎么吃这个果子。这个果子我是有大用的，我想在我们地的旁边，就是靠山的脚下，种很多这种树。有大用？